俄军接连损失苏3次，乌克兰战场也推不动，2年夺取250平方公里。欧盟援乌再被欧尔班阻挠，特朗普掐断乌克兰武器援助，德国加大对乌援助，2025年增加90亿欧元。乌第110机步旅旅长被袭，咱们一个个来看。俄媒报道称，俄军一架苏2机战机在夏诺夫哥罗德州坠毁，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其中1人已找到，另1人仍在搜索中。但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这架坠毁的俄军战机并不是苏2机战斗机，而是一架苏3次。2名飞行员中1人下落不明，另1人则腿部受伤入院。苏24有双座型号，就是苏27UB。不过从公开报道中，俄军苏27即便是经过了升级，具备发射 R77 主动中距弹的能力，也能发射对地对海精确制导武器，但在俄乌战争中明显没有乌军的老式苏27活跃，后者承担了大量的对地攻击和防空拦截任务，俄军的苏27则几乎完全看不到。相比之下，苏3次堪称俄军在这场战争中最活跃的战机，目前正大量投掷滑翔制导炸弹，给前线乌军造成不小损失，而乌军对此则缺乏足够反制能力。除了此前前移爱国者等远程防空系统伏击，或在地面上被自杀式无人机炸毁，乌克兰空军很难在战斗中击落这些投掷滑翔制导炸弹的苏34。稍早些，乌军宣称在第聂伯罗上空击落了俄军1枚制导炸弹，相比俄军几乎每天都宣称击落乌军制导炸弹，这应该是乌军首次宣布击落俄军的制导炸弹。目前对这次拦截作战缺乏足够了解，只知道这枚俄军制导炸弹在被击落前飞行了超过100公里，这很可能不是那些用老式无制导炸弹加装滑翔制导套件改装而来的滑翔制导炸弹，而是专门研制的动力制导炸弹，或许是一枚鼓浪机。这种制导炸弹安装有火箭助推器，最大射程120公里，更像是一枚空地导弹。接下来看看俄乌战线。俄乌战场形势没有太大变化，对俄军来说，这几个月最大的战果就是拿下了整个卢甘斯克州，用2年多时间，死伤约10万人，夺取了卢甘斯克州，最后大约25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这些领土占卢甘斯克州总面积的 0.93%。俄军依然在各条战线上拼消耗，就目前的情况看，俄军的夏季进攻实际上已经失败。尽管不断搜刮兵员，但因为兵员素质低下等缘故，前线俄军连复杂一些的战术都无法使用，只能继续搞人潮攻势，每天前进几百米甚至几十米，付出重大代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军能在短时间内形成重大突破。一些欧洲官员认为，克宫会将奥德萨设置为新战略目标，拿下奥德萨会让乌克兰失去出海口，切断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大兵认为，在黑海舰队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情况下，俄军几乎没有能力拿下奥德萨，而且奥德萨对乌克兰的进出口很重要，尤其是出口粮食和铁矿石，是欧洲对乌克兰军援的主要路路，一旦遇到进攻，必然会遭到乌军强力打击。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了上半年作战数据，在2025年上半年总计发生了28273次战斗，乌克兰武装部队消灭了230180名俄军，摧毁了1311辆坦克、2885辆装甲车、8222门火炮和21021辆车辆，相当于俄军去年全年的机动车损失总量。接下来咱们看看援乌的那点事儿。在布鲁塞尔峰会期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菲科联手否决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第18套制裁方案，并再次阻止了乌克兰加入欧盟。在菲科就任总理后，斯洛伐克就跟匈牙利一样成了欧盟中的另类，被指身在欧盟心在俄，一边享受欧盟的巨额补贴和经济好处，一边又在政治上支持克里姆林宫。欧盟偏偏又对此缺乏足够的反制措施，很显然欧盟的很多规则设置有问题。虽然欧盟第18轮对俄制裁方案没有通过，不过俄罗斯的影子舰队也不好过。据彭博社报道，装载有约100万桶石油的维拉摩拉号油轮在利比亚海岸附近发生爆炸，这艘油轮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但被怀疑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员。维拉摩拉号几周前曾停靠俄罗斯乌斯季鲁加港，在离开利比亚左埃提纳港前往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爆炸。海事风险咨询公司为 Undertouch 的报道显示，维拉摩拉号已经是今年第5艘停靠俄罗斯港口后发生爆炸的油轮，目前没有国家回应此事。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特朗普却也掐断了援乌武器。
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和 Politico 在内多家媒体报道称，按照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艾尔布里奇·科尔比的提议，特朗普政府已经停止向乌克兰交付部分武器。这些武器是拜登时代美国政府批准免费援助给乌克兰的。该计划在6月初提出，目的是补充美军库存被截留的武器，包括几十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几十枚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数量不明的空空导弹和榴弹发射器、100多枚地狱火反坦克导弹、250多枚由海马斯和 M270 发射的卫星制导火箭弹、数千枚155毫米口径炮弹。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已经证实了该消息，并强调这么做是为了将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白宫没有解释截留这些原本应该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将如何处理，是存放在美军军火库还是运往中东等地，但此举将大幅影响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155毫米口径炮弹还好，乌军现在已经不缺炮弹，甚至富裕到可以用无人机来扔122毫米和155毫米口径炮弹。但那数十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可就不一样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克兰军队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尽管拦截率做不到100%，但在欧洲提供的 SAMPT 防空系统已经疑似弹药耗尽的情况下，爱国者是唯一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武器。稍早些，泽连斯基在接受乌克兰国家通讯社采访的时候宣称，尽管遭到俄军各类对地攻击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的密集攻击，但迄今为止，乌克兰军队没有损失任何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不过，很多图片和视频显示，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曾被俄军针对性空袭击伤。乌克兰采取了诸多措施来保护这些宝贵的爱国者。乌克兰矿业和金属贸易集团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该公司专门为爱国者防空系统制造了保护装甲，这些装甲重量超过3吨，能够有效保护控制站、雷达比较器和发电机等关键组成部分，保护爱国者防空系统免受俄军导弹或自杀式无人机的高爆战斗部破片，甚至是集束战斗部攻击。俄军现在拥有大量对地攻击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储备，尤其是前者。乌克兰军情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俄军现在有大约2000枚不同型号的对地攻击导弹，其中超过700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KN-23 弹道导弹，匕首空射弹道导弹。只有爱国者防空系统才能拦截这些弹道导弹。虽然特朗普在退缩，但德国在加强支援乌克兰。继防长皮斯托里斯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访问了乌克兰，宣布德国政府今年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超90亿欧元援助，其中20亿欧元将专门用于防空导弹和弹药。在现阶段，德国已经成为了援助乌克兰的中坚。不过，要想取代美国退出后留下的空白，欧洲还要继续大幅增加对乌军援力度。最后再来看一则消息，2025年7月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10独立机械化旅旅长谢尔盖·扎哈列维奇上校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卡姆扬斯凯区胡利亚伊波蔡村遭敌导弹击中，英勇牺牲。谢尔盖·扎哈列维奇上校毕业于奥德萨陆军学院，最早第30机步旅侦察连服役，后调任一坦克旅侦察连指挥官，其后又调入乌克兰特种部队，担任第47特战分队指挥官，为乌克兰特种部队建设做出卓越贡献。谢尔盖后担任乌军第33机步旅副旅长，这个旅是乌军的北约化旅之一，从特种部队指挥官转任常规部队的指挥官，可见乌军总部对谢尔盖的重视。2025年2月，第110步兵旅在接连遭受阿夫迪夫卡大战和大诺沃谢尔卡之战重创后，谢尔盖成为该旅旅长，组织了一系列重大训练，包括将新兵训练偏向突击部队，强化巷战训练等。6月份，第110机步旅重返前线作战，或许是因为曾在特种部队就职的缘故，谢尔盖一贯深入一线指挥作战，也正是因此缘故才会被俄军发现，不幸牺牲。根据泽连斯基透露的信息，俄军当时发射了2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乌军伤亡达30余人。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